眼前这辆出了大事故的福特野马越野车，是强子哥俩花了2万多美刀买到的。从视频展示的情况来看，车子损坏的地方基本全在右侧车身，右前轮已经不翼而飞，车门处也被撞凹陷了进去。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事故能把前轮都撞没了，看得强子哥俩是一阵心虚。不过他们早已经检查了全车，还给车子订购了所需的套件，里面有车子右侧要更换的面板，还有一个全新的车门，甚至连右前轮的悬挂系统都一应俱全。可这里还是少了一个车子的钥匙。不过野马的车钥匙还是很好得到的，他们只需要将车子拖到经销商那里，重新再配一把就可以了。当师傅把车子启动时，发现车子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对劲，有点像拖拉机的声音，这让强子的心瞬间就提了起来。难道这次是掉坑里吗？不过强子并没有灰心，他打开了车子的机盖，准备检查一下发动机的情况。不过展示在眼前的状况非常的好，没有看出什么被损坏的地方。不过当他检查了油尺后，发现车子竟然严重的缺油了，这可能是某个地方泄漏了。可当大强趴在车底检查时，却没发现泄漏的地方，这让强子也百思不得其解。不过他认为只跑了9199英里的引擎应该没什么问题，他现在首要的就是将发动机的机油加满，看一看车子的声音有没有好转。所以强子就驾车来到了附近的商店，将所需要的机油买了回来。把购买的机油灌进去后，再次将车子启动时，发动机的声音就好听了很多，车子的尾气看起来也变得正常了。接着大强拿来一个厚实的木桩，将其放在了右侧车轮的下面，然后用一根木方支撑住下方的控制臂。当放下千斤顶后，车子就这样轻松地开了下来。这不得不说，老司机就是老司机，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。不管是倒车还是向前开，这个木方都能承担起右前轮的作用，有点像冬天里车子安装了雪橇的样子。而作为讲究哥的他们，每一次在修车前都不会忘了将车先清洗一下，这样不但能使车子看起来清洁，更能让他们清楚地知道车子是否存在掩盖的损伤。等车子被彻底的清洗干净后，强子二人就开始拆解车身。他们先将上面的车棚拿掉，然后割掉了已经爆开的安全气囊。这时整个车子内部都展现了出来，车子的内部有很多毛茸茸的东西，所以让强子看着十分的难受，决定将车内也清理一番。这如果二人不修车，去开一个惊喜的刷车厂应该绝对不是问题。等车子被清理干净后，就将车子开到了工作台上，他们就开始了忙碌的维修工作。虽然看着外表没有什么大的损伤，但是修复过程中总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，这不就发现了有底壳有别击穿的情况，导致好多地方都在泄漏。所以强子不得不购买了一个新的油底壳，而另一边的前轴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，明显上面出现了断裂的情况，所以这个车轴强子还得重新订购。现在只能先将油底壳更换上去，接下来就开始处理钣金了。他们先把车子固定好，然后将前轮的挡泥板拿了下来，并且将关联右侧车身的套件都拆掉。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框架的损伤还是比较严重的，整个框架到处都有被撞弯的痕迹。所以强子先将里面塑料的内饰板都拆下来，防止在焊接的过程中将其损坏。强子经过了1个多小时的努力，才将里面的内饰都拆解一空。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里面的底板也都出现了裂痕，不过这个很好处理，只要将外面框架弯曲处拉出来，然后将裂缝焊接好就可以了。不过强子二人对修复钣金还是有些生疏，因此为了更好的完成工作，他们也购买了不少先进的设备。虽然也能完成所需要的工作，但还是能看得出是缺乏功底的。如果让康纳来修复的话，相对就简单了很多。不过我相信强子二人会在以后的日子里找到自己的方法，让钣金工作不再那么费神。等强子二人把车门安装上去后，之前购买的套件就到货了。这里是一套全新的翼子板，还有一个新的引擎盖，这都是强子特意为这辆车定做的，并且都是合理合法的拓展套件，这样安装上去会让车子更加的美观，并且还给其订购了一对全新的大灯，照比旧的大灯要亮了许多。不仅如此，还有旋转的灯效，这是目前这台车最先进的车灯。这也能看得出来，强子二人在修复车子上是下了血本的。但修复车子不仅要有资金的加持，还要有很好的修车技术。强子学修复钣金也是需要时间的，所以他们就将自己的好友胖子叫了过来。他有着很丰富的钣金经验，在他的加持下，不一会一侧的套件就安装了上去，缝隙看起来也相当的完美。等将所有的套件都模拟安装好后，就将其全部都拆了下来，因为还有很多钣金工作没有完成。这次只是一次模拟安装，钣金师傅将上面的锚点用工具磨掉，然后用工具将其撬了下来。这些工作是强子哥俩完成不了的，因为专业的事情还是得专业的人来干，他们只能在一旁打下手，也能在这个期间学习到更多的经验。而强子哥俩也很会来事，还给钣金师傅准备了好吃的牛排。正所谓吃人的嘴短，拿人的手短，这样钣金师傅也不得不把手艺传授给他们。不仅如此，小强还变着花样弄着美食，让胖子吃的那叫一个开心，干起活来更加的卖力。不一会就将损坏的部位修复完成了。而强子哥俩也没有闲着，他们又购买了上次米黄色的车衣，他们准备把车子也弄成之前兰博基尼的颜色，这样双管齐下能快速的缩短修复的时间，并且还给钣金师傅提供了很多先进的工具，让钣金工作更加的水到渠成，提前1天完成了现有的工作。说实话，钣金师傅的工作室都没有这么全的设备，所以说好把式不如家伙事秒啊。
等钣金刚刚弄完，强子就把贴好车衣的套件安装了上去。只不过这个颜色放在一辆越野车上，看着总感觉有哪些地方不对劲，你们觉得呢？接着强子二人就开始处理车子最严重的地方。由于车子撞得比较严重，下面的框架都还有弯曲的情况。不过像这样的小问题，强子哥俩就能轻易的完成。等下面的框架都被矫正后，强子就给其换上了新的控制臂。等着订购的前轴到货后，这个前轮的修复就可以完成了。可是第二天哥俩却接到了很多粉丝的留言，说车子的颜色不好看，一点也不符合越野的气质，所以他们就不得不将贴好的车衣都撕下来，然后将其送去了喷漆房，要给上面重新换成黑漆，这样更加符合原车型的调性。这不得不说强子的喷漆功夫还是很不错的，看起来喷得非常的均匀，并且闪闪发亮，拿到阳光下还会变成深蓝色，这让老爷子都情不自禁的点头赞美。等他们将所有套都运回车厂后，强子就将所有的悬挂系统都更换了上去，接着又把喷好漆的套件都安装好。这时这辆2021款的福特野马越野车就修复完成了。强子还任性的给其加了一个装饰条，让车子看起来更加的富有攻击性，并且还给车子加大了轮胎，让其不管在平坦的道路上还是泥泞的草地里都可以轻松的通过，并且强子还为其安装了电动脚踏板，这些都让他们花费了不少的马内，所以强子认为这次的售价是51000美刀。那么这时问题来了，这个价格您会考虑购买吗？说出您心中的想法。